我师父的医书上记载，只有京城鬼市有。 我只在医书上看过，为何这里的东西都如此的诡异？有抢来的，有偷来的，有杀人夺来的，还有从人家祖坟里挖来的，当然诡异。鬼市，鬼市，果然都是些见不得光的东西。哎，你说他们怎么都在看我们？该不会被发现了吧？可能闻到了生人的气息。鬼市规矩，英雄不问出处，宝贝不问来历，咱们要小心一点。 千万别惹麻烦。明白。100两，还不够吗？老朽卖东西的规矩是一物换一物。你觉得你身上有什么贵重的东西可以用来交换此物啊？这个扳指是钱庄的信物。 可以换取钱财和地契，这是我身上最珍贵的东西了，可不可以换你的药？当然不能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姑娘的眼睛很漂亮，不知道能不能用此物换姑娘一只眼睛。 换不换在你。怎么回事？把东西找出来！休想！你跑不了。你这个女娃娃，竟然是个高手！转不快，小心！你是何人？没事吧？不用追了，追不上。怎么了？你眼睛怎么了，师妹？看不到了。我不会瞎了吧？放心吧，滴上这个药水之后，马上就会好的。师妹。嗯。我能看见了。你们这次太危险了。若不是同窗去找风清浊的时候看到那本鬼市的书籍，我都不知道上哪里救你们。
可是你的身体……我的身体已经好了。不信，你摸摸看。是不是和常人的温度没什么差别？虽然我们没能拿到火柴，但我们至少知道它在什么人手里。只要有了火柴，就有了解毒的希望。哎，对了，风仵作，我们在鬼市遇到的老头，你认识他吗？哦，我不认识啊。那他为何对你我下手？鬼市里面大多都是穷凶极恶的亡命徒，动心起念之间皆为恶，所以他们做什么都不奇怪。哦，没错，他上来就想要你一只眼睛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。师妹，你个虎娘们儿，敢用眼睛去换疯了吗？话虽如此，但他并不是真的想要我的眼睛。风仵作，你确定你当真不认识他？我真不认识，我当时是看他手里藏了毒药，所以想上去阻止，可我武功太差，没能阻止下来。还好你们来得及时，不然我们今天……都怪我，不该带你去鬼市的。是我执意要去的，不怪你。鬼市那个人你认识？什么都瞒不过你。是你们独酒谷的人。他就是老臭虫，我师叔，杀我师父那个人。怪不得昨夜你那么拼命。老臭虫和我们的案子有关。什么意思？在你毒发晕倒之前，我就想告诉你，卖给冯姨娘致幻药的人，可能就是老臭虫。怎么证明？我之所以知道赤金的存在，是因为我在阴阳册上面清楚地记得有他的记载。阴阳册？我师祖毕生所学都记录在阴阳册里，他临终前交给了我师父。师父，师父，什么时候就要阴阳册啊？此穴微感疼痛，记住了吗？他之所以杀我师父，就是为了抢那本阴阳册。可我师父早就把那本阴阳册交给了我，所以老臭虫才没有得逞。这么说，赤金和你们独绝谷有关？在后宗耀尸体里发现赤金的时候，我就怀疑和独绝谷有关。但赤金的提炼过程异常复杂，非绝顶高手不可为，就算是我也练不出来。而独绝谷里，现如今只有老臭虫能够练得出来。那老臭虫很有可能跟夜煞有关。老臭虫这人坏透了，什么恶事都干得出。只可惜，昨晚被他跑了。只要他人还在京城，我们就有机会找到他。你身份的事，不打算告诉他们吗？突厥谷出来的，能有什么好人啊？你不就是好人吗？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这样想的。人与人之间的信任，本就很难建立，也很容易消散。
我不想让大家误会。作为朋友，我尊重你的决定，但纸永远包不住火。如果有一天被他们发现你的身份，误会可能会更深。我再想想吧。广厦山庄向霍府的进项，确实是从23年前开始的。那一年，霍宗耀将军刚从海牙回来。如果楚广厦真是霍将军的亲兵，那他也去过海牙，当时也刚从海牙回来。但你不了解霍德荣的意图。我们查霍府案子时，他把我们引向霍夫人和李笑，还故意抛出了个那么重要的线索，真的只是为了自己的身世吗？不管是何目的，既然牵扯到了海牙，我们都要查下去。我跟他一起去，你留在这里等我们的消息。他知道你的身份，万一要是害你，就算他想害我，我也躲不掉。不如见招拆招，说不定我们还能找到他的破绽。大哥，这么快？我打听了一下，楚广厦确实从过军，后来卸甲归田，不知道从哪弄来一笔钱，开了广厦山庄这份产业。这些年，楚广厦一心向道，平日里跟青苔山的仙师都有来往。据说他想长生不老，修仙飞升。长生不老，看来真的什么都不缺了。楚广厦一个当兵的，突然弄来那么大一笔钱，这钱十分可疑，来路肯定不明。是人是鬼，一看便知。走吧。大哥，你不带个斗笠吗？无妨，这儿离京城已经很远了，没人认得出。两位尊客，里面请。敢问这位兄台，今日这广厦山庄有何喜事？你不知道吗？这庄主大寿，广宴宾客。据说这青苔山的仙师研制出了返老还童的仙丹，特意亲自送过来给庄主添喜。然后这庄主在宴会上亲自服用这仙丹。我们呢也是来看看热闹的。不多说了，我先进去了。有劳。返老还童，我们也进去看看吧。几位尊客，里面请。问都不问我们是谁啊？庄主交代过，今日不论是谁，只要进得此门，都是贵客。你们家庄主倒是挺大方，就不怕我们是来打秋风的？贵客说笑了。你们还怀疑我？楚广厦死的那天，我可一直都跟你们在一起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没搞错，霍小姐，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去青苔山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吗？也就是说，接触过仙丹的人只有老仙师、你和楚广厦。不，霍小姐，我只是送丹，没有接触过丹药。我们任何人都没有向九仙长介绍过自己的姓名，但九仙长脱口而出霍小姐的称呼，说明青苔山的人早就认识你。于是我让童双去调查霍府那些被你遣散的家仆。霍府的人说，自冯姨娘生病以后，霍小姐每月15都会上青苔山给冯姨娘祈福，可有这事儿？若丹药真是在送丹途中被调包，霍小姐确实没有时机。可若霍小姐一早赶到青苔山，再赶回霍府，最后和我们一起去广厦山庄，快马加鞭，还是来得及的。这老仙师也说过，楚广厦服这丹药已经很久了，每月都去青苔山的霍小姐，想了解送丹过程也并非难事。再者说，霍小姐的伪装之术无人能比，伪装成老仙师也好，九仙长也罢，都不在话下。你假借查身世，跟我们一起去广厦山庄，就是为了让我们成为你最好的时间证人。这都是你的推测，根本就没有实证。不，有证据。这西施雪可是帮了我们大忙。那个接盒子的仙师，您可还记得？能认出来吗？模样我记不清了，但每次来接盒子的仙师都不一样。我记得
那位仙师身上有一种很浓、很特殊的香粉味。对，那个送盒子的人身上有一种特殊的香粉味，是一种很特别的味道，所以我记得很清楚。是这个味道吗？当时我还在想，山上的仙师身上应该是香火味，怎么能是香粉味呢？奇怪。您可还记得这个味道？对，没错，就是这个味道。玉器店的老板和青苔山的仙师都确认是这个香味。霍小姐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这也能算作证据？我为何要杀楚广煞？此事说来话长，或许和夜煞有关。萧北明，你是疯了吗？你为了破案，居然将夜煞的罪名强加于我！多说无益，跟我回神不营。你休想！恐怕由不得你。怎么回事？事已至此，不要再反抗了。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？你伪装得很好，但还是漏了几处破绽。首先是冯姨娘，一个爱女如命的母亲，在临终前最不舍得、最想见的，应该是自己的女儿才对。可她仅剩最后一口气的时候，看向的却是你，还将女儿托付于你。娘，小姐，就拜托你了。照顾好小姐。是。直觉告诉我，这不是简单的托付，而是在向你要一个保证。因为他女儿的命捏在你手里。哼，当时在场那么多人，没有一个人怀疑我，就这么一丁点的小破绽，竟然被你发现了。不止这一点，刚刚我们和霍小姐说的全部属实。只不过除了霍小姐以外，还有一个人，每个月都会去青苔山，而且跟霍小姐用的是同一种香粉。这个人就是一直在她身边，且不会引起任何人怀疑的丫鬟。霍小姐，青樱是不是也用的西施血？从小到大，我俩都共用装瓶。人会习惯自身味道而察觉不到变化。霍小姐最近正在守孝，根本不是香粉，所以这个人只有可能是你。既然你们都知道了，那我也无话可说。不好！为什么要杀楚广煞、霍宗耀？因为他们该死。是因为海牙？你也是海牙孤儿？没错，一切都按主生的计划在做，只是萧北明。哼，鱼咬到饵了就不会轻易松口，你继续按计划行事。是。海牙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以为我会是朱一铁那种软骨头吗？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参方甲是什么？海牙在大齐的边境，宁泰36年，大齐曾派一支名叫参风甲的军队去海牙驻守。陛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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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没想到，参风甲一到海牙，竟对海牙的百姓挥起了屠刀。一夜之间，
海牙都被鲜血染红，手无寸铁的海牙百姓只能在参风甲的刀下哀嚎求饶，却依旧逃不过惨死的命运。这其中就包括了我的爹娘。参风甲屠城，大齐怎么可能对百姓做这种事情？哼，信不信由你。若是你爹和楚广厦此刻还活着，他们绝对不敢跟我当面对质，因为他们就是参风甲的一员。既然如此，那参风甲屠戮肯定是有原因的，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，恶事就是参风甲做的。向先皇谏言屠城的人，就是3年前的那些高官。他们也死有余辜，不论什么原因，杀了人就要以命偿命，何况那是一座城。所以我只需要按照主上的计划，让他们偿命，别的我都不在乎。主上，你说的是叶煞？当然。卓一铁说，叶煞很有可能在3年前风波湖上就已经死了。你杀掉楚广厦还有霍宗耀的任务，是谁给你下的？主上怎么可能会死？我告诉你们，主上是神，是所有还活着的海牙人的信仰和光明。他永远都不会死，他会一直带着我们活下去，直到大齐付出应有的代价，直到为所有的海牙百姓报仇雪恨。